刚过完美国热闹的独立日，我跟着孩子们一起开心的庆祝，看着我的孩子们手里拿着美国国旗，嘴里却跟我说着流利的中文，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些想法。他们有太多的机会接触美国的一切，相对比之下，中国是如此的遥远。那个妈妈经常提起，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的地方。这让我突然意识到，起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们只能通过父母的嘴巴来形成对中国的印象。我不得不马上反思，在孩子面前讨论中国这件事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在美国开中文兴趣班的 Misugi， 同时也是3个混血儿孩子的妈妈。今天我有3个问题想要跟你讨论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我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为什么会有讨论跟中国相关话题的欲望？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成年之后才移民到海外，你也可能跟我一样，在国内还有家人，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有砍不断、理还乱的想法。在网上看到关于中国的正能量信息，例如前阵子端午节，房东们赛龙舟的视频出圈了，看到观众热血澎湃。我是广东人，从小端午节都会去看龙舟比赛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传统项目不仅被保留下来，还这么受欢迎，我太激动、太兴奋了。相反，在网上看到关于中国负能量的新闻，例如前段时间带小三逛街的官员被拍到，我就忍不住跟身边的人大肆讨论一番。华尔街的大新闻、大数据我没办法激烈的讨论，但是被顶上热搜的话题就太容易讨论了。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，还能放过这样的大瓜吗？回想起来，我讨论与中国相关的信息的时候，我的孩子经常在旁边，这让我反思了第2个问题：我在孩子面前讨论中国的态度，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小的时候总是听大人对我说，小孩子懂什么？现在我自己当了妈，我发现小孩子懂得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。而且我以为他没有在听，其实他耳朵灵着呢。例如我跟我的老公在讨论官员带小三逛街被拍到这件事情，我在隔壁房间玩的那个大儿子跑过来问我，小三是什么？我们经常在孩子面前有意无意地讨论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，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看到过任何相关的信息调查，我们就一起来分析分析。假设你的爸妈对你说，孩子啊，你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火星人，你也算是半个火星人。火星那个地方又脏又乱，火星人还经常打架。但是你要爱火星哦，好好学习火星语，好吗？你会有什么感想呢？你会渴望要去火星看一下吗？你会渴望学习火星语吗？作为孩子的你，可能会对这个你不熟悉，甚至还没去过的地方产生了负面的印象。我们都知道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多深远，孩子很多情绪和想法都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。例如孩子本来就不怕虫子，我们这些当大人的一见到虫子就大声尖叫，啊，好恶心啊，快点把它扔掉。孩子从我们那里接收到虫子是恶心的这个信息，从此以后每当他看到虫子，他也觉得虫子好恶心，他也觉得害怕，但是他本来是不害怕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一讨论中国的事情，就摆出一副厌恶的、担心的表情，言语里满是批评、指责、贴标签。无论我内心的中国怎么样，孩子认识的只有我嘴里的那个中国。你可能会说，美国也有很多糟糕的地方呀，我们不是一样也要在孩子面前讨论。确实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。但是我蹲在孩子的角度想了想，美国坏的一面让孩子听见了，特别是在校园里发生的悲剧就在身边，很恐怖，很负面。我们不得不跟孩子讨论这些问题。但是美国好的一面，孩子在平时的生活中自己感受到，例如人际关系的和睦、社区的安全、物质的丰富等等。然而
他没有去过中国，没办法从生活中体验到中国好的一面，只能从父母的嘴里听到糟糕的一面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。我自己分析到这里也有点郁闷了，难道我要压抑住自己在孩子面前讨论与中国相关的事情的欲望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做不到。这里就引发我想讨论的第3个问题，我该如何在孩子面前讨论中国？我首先想到的，如果一定要讨论，那好的、坏的都拿出来讨论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更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。再发达的国家也有它阴暗的一面。这个观念不仅在看待中国这件事上，还有在任何事情上，我都希望孩子们能做到看事情更全面一些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硬币的正反面都展示给孩子看。例如看到赛龙舟出圈了，把视频翻出来，让孩子见识一下中华文化的魅力，讲解一下赛龙舟的背景，以及我小时候看赛龙舟的情景。如果没有那么多好的事情讨论，怎么办呢？正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我们翻开任何平台，都会轻易发现负面的信息永远比正面的多，标题党的标题一个比一个会吸引眼球。我看到的负面新闻注定要比正面的新闻要多。如果一定要讨论的话，我想我要学会做到论事不论人，讨论事情的本身，而不是随便给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贴上一个标签。例如前阵子我看到广场舞大妈在大声地开着喇叭打扰民众的新闻，我直接就给他们贴上了广场舞大妈素质就是低的标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有很多中国大妈是安静的在跳广场舞啊。我自己的妈妈也是中国大妈，她都不跳广场舞。我在孩子面前对中国大妈的人身攻击，显然是非常不妥当的。我反思到这里，觉得实在是太难了。好的坏的要平衡，论事不论人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少看新闻。现在网上信息为了点击率，已经非常精通如何用话题来刺激公众的神经，挑逗大众的情绪，通过引起话题的热议来获利。这一点我在这不寻常的几年深刻的体会到。例如说，我在新闻上看到粮食要短缺了，我就赶紧打电话回家说，你们要快点囤粮食啊，粮食要短缺了。他们不耐烦地说，还好啊，什么都能买得到啊，哪有什么短缺。然后他们在新闻上看到说美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们又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出门啊，要小心啊。我只能跟他们解释说，坏事情哪里都会发生，不是说不出门就万事大吉的。但是解释有什么用呢？新闻已经把他们吓坏了。在媒体的帮助下，我们在远方的亲人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因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新闻不要看太多，不看自然就少了想要激烈讨论的欲望。中国的好事和坏事，无论在不在孩子面前，都以平和的心态来讨论。这种态度我希望孩子能从小学习到。夸张一点来说，如果一定要我选一个的话，我会觉得这种对待事情平和的态度比孩子学中文来得更重要。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在孩子面前评论中国的事情，让孩子从我们嘴里认识一个全面的、复杂的，不是非黑即白的中国，从而在孩子学习中文这件事上起到积极的影响。在我反思的过程，我却发现我自己给自己上了一堂教育课。首先，面对一件事情，我该如何用中立的态度看待事情的正反面？然后，我该如何评价这件事情的本身，而不是一棍子打翻一船人？最后，在这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里，我该如何学会清醒地去寻找让我活下去的清水，而不是允许自己被无处不在的咸水淹没？你是如何在你的孩子面前讨论你的国家的呢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非常好奇，想要听到。点赞评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